曹植的一句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了最是无情帝王家。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可同样非嫡非长，四皇子豫章却得母妃偏爱，而七皇子豫景却同时被母妃和皇兄一边厌恶和怨恨，一边想方设法利用和打压着。或许这便是七皇子豫景的不幸，不仅仅是他遭南巫迫害，一出生便背负恶毒的污名，还有与他血脉相连之人，一个抛弃他，一个忌惮他，都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说皇家自古无亲情，权力面前甚至无父子，更别提是兄弟了，大抵便是如此吧。幸运的是，景明帝与一般的帝王不同，手握生杀大权，他更希望江山稳固，百姓富足，后宫祥和，子女争气，让他可以多些时间看画本子。奈何被景明帝养在身边的皇子却没一个争气的，所以七皇子豫景的归来，令景明帝在一堆歪瓜裂枣里终于盼来了一个天降神兵。在皇城中的富贵窝长大，背靠母族举足之力的四皇子，却敌不过流落边疆一无所有的七皇子。豫章有多嫉妒豫景，便有多无能，只是无能不是他的错，又毒又蠢就是他的不对了。而年少封王却不甘心只做齐王的豫章，对豫景的无情和对地位的野心，却偏偏葬送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令他两世均不得所愿，始终干不过他最嫉恨的豫景。大周的景明帝子嗣众多，却谁也不敢将夺嫡放在明面上，只能暗戳戳地使劲。只因众皇子之上，又一位居嫡居长、名正言顺的太子。太子为景明帝元后所出，元后薨逝后，嫡氏入主中宫为继后，但膝下只有一位嫡出公主。太子平庸，却是唯一的景明帝唯一的嫡子，地位不可撼动。嫡皇后平和豁达，娴静温柔，从不贪图权柄搅弄风云，但后宫之中却从来都不缺野心勃勃之人。比如四皇子豫章和七皇子豫景的生母娴妃，自从生下豫章进位妃位后，便一心筹谋着将长子扶上皇位。她可以成不了皇后，却一定要做太后。豫章出生后没几年，娴妃再度有孕，生下了七皇子豫景。在后宫里，生育皇子的妃嫔不少，但有2个皇子傍身的，娴妃却是独一份。只是她的长子给她带来了荣耀，幼子却只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豫景出生后，边疆有南巫之乱，宫中有灾星之言，群臣上奏，要求处死七皇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长子的未来，娴妃提出将七皇子送走，是死是活，全凭造化。多年来，景明帝对这个儿子心怀愧疚，时不时便派大将军崔旭去边疆探望，可只有娴妃一针一线都没有给过七皇子，甚至巴不得自己没生过这个儿子。因东宫太子早定，所以景明帝的其他皇子接连封王，四皇子豫章被封为齐王。到了婚配之年，娴妃在一众贵女之中选了重臣李家的女儿为齐王妃。不得不说，娴妃为齐王选的妻子简直是妙极了。齐王和齐王妃着实般配，一个擅长画大饼，一个天生恋爱脑。都说娶妻娶贤，而齐王要的王妃不只得贤惠，更要有势力，容貌是最无关紧要的条件。但明明齐王对齐王妃从一开始就是存着利用之心的，却成天装出深情缱绻的模样，再加上不经意间对夺位成功、为帝位后的畅想，把齐王妃迷得五迷三道，将他的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人人皆知皇家无情，哪怕是那些倾城明媚的美人，尚且一入皇宫深似海呢。齐王妃姿色平平，却相信了齐王对她的满腔深情，可见齐王做表面功夫的功力有多深。更厉害的是，齐王一边说着对齐王妃有多钟爱，一边妾室一房一房地抬进门。齐王妃不仅莫对齐王生气，反而因为愧疚，入门多年只得一女，所以用自己的嫁妆帮齐王填补开销，养着府中妾室。然而娴妃倾尽所有的去帮助这个儿子上位，齐王妃与齐王狼狈为奸，坏事做尽，却抵不过齐王自己又蠢又毒，注定走不到那个位置。前世的七皇子豫景在边疆待的时间更长，并没有在临安城中娶妻生女，而那时的齐王筹谋的足够久，隐忍的也足够深，一直躲在众人之后，看着皇子们互相争斗，看着荣阳长公主祸乱朝纲，甚至看着南巫大军杀入皇宫。在最后一刻，姜嗣手刃长公主，南巫大军所剩无几之际，才跑出来暗中放冷箭，除去姜嗣，
想要来个唐王捕蝉，黄雀在后。只是齐王不知道姜嗣对于玉锦有多重要，他害死了姜嗣，玉锦自然不会放过他。玉锦为姜嗣报仇之后，带他回南屋，为他逆天改命，令姜嗣回到10年前，让他的人生得以重新开始。随着姜嗣的重生，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玉锦因为姜嗣留在了临安，进了都城司，在景明帝遇刺时以身挡剑护驾。即便当时玉锦化名于妻，景明帝还是认出了这个儿子。后来其他皇子觊觎姜嗣，被玉锦听个正着，于是玉锦对皇子大打出手，惊动了景明帝。虽然皇子们集体受罚，但玉锦也被景明帝封为了燕王。对于贤妃和齐王来说，玉锦的归来本就可有可无，但既然回来了，注定要成为他们夺位的助力。但令他们意外的是，玉锦根本不受他们的掌控。贤妃不喜欢玉锦，玉锦也不爱搭理贤妃。至于对齐王，玉锦就只是单纯的厌蠢了。但凡看到玉锦的一身本事，懂事的人已经主动结交了，哪怕拉拢不成，也不该主动招惹。可齐王偏偏是个自作聪明、眼高于顶的人，他有野心，却没能力；有谋略，却没手段。披着温润如玉、善良贤明的外表，实际上满脑子权谋诡计，一肚子坏水，做的那些表面功夫，也就只能骗骗恋爱脑王妃和不知真相的百姓了。姜嗣虽是没落伯府的女儿，却是闻名临安城的美人。玉锦顺利娶到姜嗣后，齐王见到姜嗣后，也曾暗暗羡慕自家王妃没有那样一副好容貌，明明心中生了嫉妒之心，可齐王却很会安慰自己，只要以后走到那个位置，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呢？玉锦因为太子欺负姜氏的兄长，所以对太子动了手，也因此被关进宗人府。齐王假模假式的来探望，还说自己会为弟弟求情。玉锦知道这个兄长的真面目，根本不关注他，故意让他现在就去求情。齐王不想惹火上身，还装出慈爱弟弟的假面具，直接被撕开了。后来太子和后妃私通，被抓个正着，丢了太子之位，却因太子嫡子纯哥得景明帝喜爱，有复辟的可能，齐王便暗中怂恿晋王对纯哥动手，险些害得这个孩子溺亡。玉锦出手救下了纯哥，坏了齐王的算计，令齐王夫妻俩恨上了玉锦，却专挑软柿子捏，出手算计姜嗣。只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姜嗣和玉锦就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众人，双勒对抗陆夫妻根本不是吹的，哪里是他们算计得了的。同样是儿媳妇，贤妃对齐王妃和燕王妃从来都是两副嘴脸，但姜嗣不在乎贤妃的态度，所以齐王妃想要用这个炫耀，也如一拳打在棉花上一般无力。反而姜嗣三言两语便令齐王妃察觉，齐王不似嘴上说的那么爱他，奈何故意装睡的人根本叫不醒。齐王妃恋爱脑太严重了，齐王只是几句干巴巴的告白就能拽回他的心。后来在贤妃的授意下，齐王妃出手想要害死姜嗣，为的便是给玉锦换一个王妃，替齐王拉拢世家。然而恶行遭反噬，不仅被人查出齐王妃的算计，还令她的容貌被毁。原本无颜之姿已经被齐王看得厌烦了，如今脸被毁了，身上还背着罪名，齐王更容不下他了。姜嗣提前洞悉了齐王的打算，就出了齐王妃，鼓励他就算为了女儿也得活着，而想要活着就必须要揭发齐王杀气。这事闹到了景明帝的面前，齐王妃得以保命，齐王被禁足齐王府。至此，齐王的面前早已没了登上帝位的路，可他还寄希望于母妃，希望母妃出手为他除掉所有的障碍。可这样一对既毒又蠢的母子俩能成什么事？贤妃求助于太后，但当时的太后已经被南巫细作所控，反过来利用贤妃毒害嫡公主福清。只是贤妃的手段太拙劣了，直接被姜嗣查个底朝天。最愚蠢的是，贤妃被贬为庶人，气得要死之前，特意给齐王送了一封信，清清楚楚写了他与太后的交易。他以为那是太后的把柄，逼得太后必须扶持齐王上位，殊不知那也是罪证，简直不打自招。因此被禁足的齐王等来的不是通往皇帝宝座的康庄大道，而是将他钉在耻辱柱上，令他在无出头之日的圣上口谕。或许贤妃和齐王至死都不愿承认，但事实却是被他们利用和厌恶的七皇子玉锦才是真正能够保他们一辈子富贵无忧的人。他们的下场不是技不如人，而是贪婪和野心，注定反噬自身。
虽然他的命运都走向了被玉锦所除的终点，但不同的是，前世齐王死在玉锦的剑下，今生至少齐王活了下来。